今年的美菲盾牌联合演习分为2个阶段，以全面展开的是以实战为主的第一阶段演习，时间是从3月13号至4月4号。第二阶段演习预计在下季度进行。在第一阶段演习中，美菲分别派出1500名士兵操练实弹射击等科目。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黄岩岛附近，菲美两军划定了禁航区，美军计划使用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炮演练击沉海上设置的靶船。据联演发言人洛吉科透露，击沉靶船的演习地点将设置在距黄岩岛约185公里的地方，也就是黄岩岛和吕宋岛之间海域靠东的某个海域。黄岩岛位于整个南海的中部靠东方向，再往东将近230公里就是菲律宾的吕宋岛，也是美军新获得使用权的军事基地所在地之一。美国方面呢，之所以要展示所谓的这海马斯对海的能力，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向周边的国家去推销海马斯，那么海马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从一款这个所谓的火箭炮变成了这个多功能的发射平台，而我们说周边很多国家呢，除了对陆打击的任务之外，也需要对海的精确打击能力，所以呢，这个本身也是推广海马斯的需要。其次呢，就是美国方面实际上要给自己壮胆，就是考虑到它在南海方向，我们说美国方面是域外国家，那么它在这个区域投送力量呢是很有限的，那么它的这个传统的海军和空军的力量在这个区域很难达到一个极大的数量的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方面当然希望在这个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平台，尤其是海马斯这样的高机动、生存力比较高的平台，去能够执行类似对海和对陆打击的任务啊。黄岩岛隶属于中国海南省三沙市，是中沙群岛中唯一露出水面的岛礁，是中国固有领土，并于1990年3月在黄岩岛设立主权标志。但在1997到2012年间，黄岩岛一度被菲律宾霸占。在经过2012年的黄岩岛事件后，中方重新掌握对该岛的控制。在此之后的2014年和2015年，美菲都在距离黄岩岛200多公里处进行联合演习。而在杜特尔特政府时期，中菲在黄岩岛问题的分歧有所缓和。但菲陆军总司令布劳纳13号在军演开幕式上就表示，与美军举行盾牌联合军演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菲律宾军队保护领土不会受到外部威胁的能力，同时强化菲美之间的防务关系，在印太地区加强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美菲的这种盾牌的这种演习那么从它的这种主题来说那么盾牌嘛就是防御但是这种盾牌会不会从这种防御转为这种进攻？也就是说，从这种盾牌的演习是否会转化为利剑这么一个演习，还是值得观察了。也就是说，在我们不反对任何基于双边利益的这种军事的合作，但是我们反对的是针对第三方的这种军事的这种合作，因为这个是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造成一个破坏性的一些影响，也不符合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而随着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在乌克兰战场上大放异彩，美军就发现了海马斯这种远程火箭系统的作战价值。这次演习不是美军第一次将海马斯等武器装备部署到菲律宾，特别是美海军陆战队已经着手研究将海马斯与 F-35隐身战机搭配使用的战法，以此来打击陆上、空中和海上目标，并且在日本和菲律宾进行部署及进行相关训练。虽然这次盾牌演习并没有透露是否使用的是 F-35战机，但是在未来潜在的冲突中， F-35搭配海马斯的组合是很可能会出现的。另据菲律宾空军公布的消息，美国空军2架 F-22战斗机13号首次降落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F-22A 猛禽战斗机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重型隐身战斗机，被视为战略级武器，通过海外部署传递一些信号，因此其海外部署行动备受外界关注。该机曾多次轮驻日本参加美韩军演。其实盾牌演习只是美菲今年军事联演的一道前菜。美菲联合军演发言人14号表示，2023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将于4月11号开启，为期18天，地点定在吕宋岛北部以及巴拉望岛。据悉，此次演习也是两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演习，共有参演兵力1.76万人，其中美军占1.2万人，还有来自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军事人员参加。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美菲两军将首次在海上展开实弹射击、操练网络防御等科目。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在海岸防空演习中，美国陆军将首次出动爱国者反导系统。尽管美菲联合军演发言人声称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但半岛电视台网站的文章指出，
美国投入1万多士兵参演，制造矛盾、拉拢地区国家遏制中国的用意昭然若揭。分析指，美国希望通过高强度的演习制造区域紧张氛围，乃至制造危机和冲突，来加快美国在该区域内联盟体系的强化和调整，谋求形成围堵中方的战略布局。同时，这也表明美国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展开的更激烈战略竞争中，希望能永久地将中国置于国际格局塑造中的边缘位置。实际上，是这次军演明显的是契合美军在区域中的一些战略的目标试图呢刺激这个地区的一些军事对抗的一些意味。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说，挑衅性是非常的明显的，试图将菲律宾绑架在美国在地区中的这种战车上。实际上，这个是对地区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这一次的不但扩大规模的这种联合的军演呢，毫无疑问呢，会对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是不利的，是不利于现在地区国家之间正在磋商的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谈判。在这种背景下，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近期还抱怨称，美方一直在尝试与中方官员进行通话和接触，但是距今已经有长达1年半的时间没有得到中方的回复了，却丝毫不提美方持续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挑衅的事实。美国防部发言人更是倒打一耙，称中国曾对许多国家飞机及船只进行骚扰。美方致力于扩大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在内的盟友的双多边合作，保持国际海上通道和空中通道畅通。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在16号回应称，中国军队言出必行，依法依规处置与外军海空相遇情况，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美方依仗自己的军事霸权力量，在世界各地动辄制造胁迫、封锁、战争，肆意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煽动对立对抗，成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对中国军队的造谣抹黑，停止借所谓中国威胁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您好。美菲之间开始进行密集军演，并且根据外媒报道出现了很多新特点，比如首次在海上实弹射击科目 F-22隐身战斗机首次在菲律宾降落，首次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进行防空演习等。您对此有何分析？美菲联合军演表面上看是旨在提高美菲两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实质上是美军借此演练武装进入南海的新战法。菲律宾军队呢，只是打酱油的角色，因为菲律宾军队在作战思想、装备、训练等方面都与美军相差甚远，根本不具备与美军进行联合作战的能力。看看演习所要进行的重点科目：海马斯火箭炮对海实弹射击并击沉靶船，爱国者防空系统进行防空演习，全都是美军自导自演，菲律宾军队呢连边都沾不上。之前呢，美菲已经达成协议，美国将在菲律宾新增4个基地。这将使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总数呢达到9个，而且呢这些基地全都是冲着南海、台海来的。因此美军呢通过美菲联合军演的名义，演练美军必要时快速在菲律宾部署以及武力干涉南海、台海的新战法。也就是说，美国的真实意图呢是以演习为名，不断加强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美国现在看上的是菲律宾特殊的地理位置并非看上菲律宾军队的战斗力，美国是在将菲律宾呢推到前面搞事儿，破坏地区局势。如果遭到反制呢，那么美国呢就会以菲律宾遭到欺负为借口，将大量美军快速部署到菲律宾。所以对于美菲军演，我们更应关注的是美军快速部署能力如何，美军新战法将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威胁，并据此思考有效的应对之策。您前面提到，美国看上菲律宾特殊的地理位置，能否再详细讲一讲特殊在哪儿呢？菲律宾在所谓的第一岛链中位置十分重要，其北面距离台岛很近，而且紧邻巴士海峡。美军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基地部署之后呢，利用远程武器，能够对巴士海峡呢进行封控。如果从吕宋岛基地出发，则可快速对台海实施武装干涉。菲律宾长条状的国土向西呢面对整个南海。特别是巴罗旺岛还深入到了南海，因此美军在菲律宾设置9个基地，并部署大量兵力的话，能够快速对整个南海实施武装干涉。菲律宾以东呢是广阔的菲律宾海，美国海军可进行广泛机动，特别是航母打击群，利用其机动性呢，既可干涉台海，也可干涉南海，同时还能够依托
菲律宾本土布置的防空系统，为美军海上机动部队提供早期预警和防空掩护。此外呢，菲律宾国内亲美势力一直很大，尤其是菲律宾军方尤为亲美啊。这点呢，即使是杜特尔特执政时期，也很难完全压制菲律宾国内的亲美势力啊。现在是马克思担任菲律宾总统，远不像杜特尔特那样具备对国内亲美势力的压制能力，这就使得现在的菲律宾呢，逐渐倒向美国，而美国的既定战略就是拉拢南海周边国家，组建美国主导的联盟，从南面形成遏制中国的包围圈。菲律宾现在倒向美国，自然正中美国下怀，因此美国加速对菲律宾进行控制。美国批准向澳大利亚出售220枚战斧巡航导弹，未来将配备澳大利亚海军的霍巴特级驱逐舰，以及美国已批准提供给澳大利亚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上。请问石先生，这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此举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因为战斧巡航导弹是典型的进攻性武器，而且其射程可达1600公里以上。在装备澳大利亚的驱逐舰和核潜艇之后呢，将使澳大利亚具备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几乎所有国家的打击能力。这必然会导致呢地区局势变得紧张，对抗情绪呢将越演越烈嘛。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战斧导弹，还是赤裸裸的双标，严重破坏国际社会在军控方面的努力。美国多年来一直要求其他国家不能出口射程300公里以上的导弹，并动辄以制裁进行威胁，而美国自己呢，现在却开始向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出口射程16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将让导弹及技术出口控制彻底失效啊！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了应对这种威胁，接下来呢，也会花大力气寻求引进射程更远的导弹或相关技术啊，这无疑会加剧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嘛。世界各国和地区都已清楚地看到，美国才是世界的动荡之源。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霸权，到处煽风点火，并借此大肆出售武器牟利。所以要想让世界变得安全，世界各国和地区呢，就必须坚决反对美国的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啊。好的，谢谢石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